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今天呢，作为咱们识码器谛听识码器系列的视频的全新一集，咱们也给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聊一聊 Time Code Slate，就是识码场记版。识码场记版在之前的这个 NAB 2022的这个视频里面，咱们也给大家做过一些预告了。那么，但是真正的拿到识码场记版的一瞬间，当我们能够把这个识码场记版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生态里面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咱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一起聊一聊谛听的识码场记版。一个是基本的设计，第二个是一些基本的操作，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Solid Audio 里面，识码场记版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那么在最后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整个的 Bit Connectified Solid Audio 这套网络的生态，因为这套网络有了识码场记版之后，它的这个功能会更加的丰富。谛听智能场记版 TCSLE， 那么缩写实际上就是 Time Code Smart Slate 第一代产品。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个叫智能场记版 TC1， 有全球版和欧洲版两个版本。它这个两个版本在场记版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只不过对于配送的这些线缆有一定的区别。我们来看看，全球版本的话呢，它的整个的配送的识码摄像机识码同步线是 TRS 到雷莫接口的5芯的标准雷莫接口，其他的呢都是一样的。那欧洲版本呢，配的是这个6.35到3.5毫米的识码场记版，它那个侧边有一个6.35毫米的，就像原来咱们玩音箱用那个很粗的音频线一样。那么欧洲可能喜欢用那个作为识码的接口，所以它那个欧洲版呢就配的这根线。除此之外都是一样的，那么便携包啊，包括那个 F50电池啊，包括其他内容，包括 USB-C 到 A 的转换头啊 ，OTG 的，都是一样的。产品的视图我们来看看啊，它有这么几样东西，有波轮按键。那么有这个胡桃木的拍板，也就是那个木头的材质，胡桃木的，比较漂亮，也比较的高端，但是长期碰撞的位置它是会有痕迹的，这大家要注意。红色点阵屏、哑光手写面板以及开关机的按键，开关机按键是藏在那个盒子里面的。底部呢有 A 和 B， 它是支持的这个热替换的，热拔插替换的，所以呢两个电池 A 和 B 两个通道，那么有各自的电源指示灯和电池舱盖。以及 USB-C 的充电头，这充电头可以用 USB-C 同时给两个 F50电池进行充电。然后呢，就是前面是这个前屏翻转开关，5pin 的识码的输入输出接口，就是雷莫的这个接口啊，它是 TC Timecode 既支持输入也支持输出，而6.35毫米的 TRS 呢，它只支持输出，所以这一点是有所区别的。那么这也是欧洲版和全球版的不同之处。但对于场记版来说，功能都是全的，只是这个线缆配的不一样。屏幕呢是这个 OLED 屏幕，它和 TC-1 的这个在这里，它和这个 TC-1 的屏幕啊实际上是一样的 ，TC-1 的屏幕是一致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雷莫的5pin 的接口啊，它是怎么定义的？那么这一点可能有比较硬核的玩家，大家喜欢去琢磨这些东西。焊杯从焊线那端看一般是顺时针，那我们从正面去看的话就是逆时针，所以它是逆时针1、2、3、4、5，那么分别代表就是一个是地线。一个是识码的输入，3就是 NC 无信号，6也是 NC， 5是 TC out。所以这个不管是识码的输入还是输出，它的参考地都是1pin。谛听的这个识码生态 TC1 和 TCSL-1组成了高精度的谛听的识码生态系统。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咱们前面的视频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所以这里咱们就不展开再去讲太多了。那么时间码当然它这个学习和使用起来的门槛还是有的，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基本操作包括波轮按键、包开关机、电池舱盖、前翻屏、后翻屏、充电。那么这些内容啊，咱们在这个实操里面多给大家讲。但是呢，这个充电这块它额外的会有一个介绍，就是 TCSL-1支持 Power Deliver 3.0、QC 2.0、FCP 以及 AFC 的快充协议。这一点。那么最高呢，可以你看15伏2安，所以它的充电速度如果是充满的跑满的话是很快的。它等于也随机附送了一个 Type-C 充电口的高速快充的双 F50卡槽的充电器。好 ，OLED 屏幕这个总览，它这个和识码器的屏幕是一样的，这里咱们也不展开介绍了。当然你可以去暂停去看现在的这个我们右手边的我们这侧的这个画面。锁屏解锁后面的这个操作方式呢，跟那个识码器就是一样的。那它也包括 Master Run、Auto Jam 和 Jam Once Lock 主识码、从识码以及那个同步时间码后立刻锁定，这3种不同的模式。Jam Once Lock 是大家进剧组的时候，我个人是最推荐的用法。Jam Once Lock 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方法，它不会有误操作，只要同步一次，后面就一劳永逸了。
帧率选择、通道、时间码设置、蓝牙设置，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蓝牙设置连上 Silex Audio 之后呢，在这个 Silex Audio 里面，对于石码场记版会有一些独特的这个显示的内容可以是定制化的，这是它和 TC-1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固件升级包括 Silex Audio，Silex Audio 咱们会有专门的录屏给大家去介绍。那么时间码同步呢，也有很多的方式，大家看这里面它讲也很详细了。有线的方式就是用线来同步，或者是无线同步。无线同步的话呢，也分两种，实际上第一种是用 Bit Connectify 的这种无线网络去同步，另外一个就是用手机通过蓝牙同步一个主时码器，然后再用 Bit Connectify 去同步其他的时间码。无线主同步时码就是 Bit Connectify 连到网络的方式去同步，而 Silex Audio 的话呢，是用蓝牙去同步多个时间码，实际上也是用蓝牙去给一个时码器去同步时码，而在触发那个时码器通过 Bit Connectify 去同步别的时间码。那么只有这个方式才能保证高精度的这个时间对齐。增强显示呢，这个就是属于整个 TC-SL-1 的一个独家的功能了，就是通过 Silex Audio 是可以去定制化它显示的内容的，这个咱们会有专门的内容给大家去讲。最后它的一些规格参数，我们来看看这个 spec。那么它是 SMPTE 的这个时码 IEEE 的那个国际标准 SMPTE 时码器，它支持 2.4G 的这个蓝牙和 Bit Connectify， 实际上是一个频道有两种不同的波形，一个是蓝牙的波形，一个是一个定制的波形。然后呢是接近1寸的 0.96 寸的 OLED， 然后双 F50 电池，这个 F50 电池比常规的 F50 电池的容量要大30%左右，3350毫安时，这是容量很大的。然后快充支持最高30瓦的这个充电速度，时间码精度呢是1个 ppm， 那么标称的时候是正负 0.5， 就是 ppm 是1/100，重量是1130克，然后尺寸厚度是41毫米，这个是比较厚的，大家一定要有心理预期。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石码场记版用户的话呢，实际上可能你都没有必要来看我这一视频了。可能看咱们这一视频的朋友，更多的是想开拓一下视野，看看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些配件到底是怎么设计和运用的。当然，这就是关于整个的TC-SL-1 的说明书的一个简单的解析和阅读。那么这就是谛听的 Timecode Slate 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它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种的长记版的设计都有所不同。当然，这个包首先肯定是这个包啊，首先这个包是逼格满满的，那么硬质收纳包非常像是那个 Oculus Quest 的那个收纳包，带一个上提，那么带拉链，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拉链没有用上谛听那个传统的黄色，这一点稍显遗憾。这个长记版的收纳包上面是一些绒布的减震的这个收纳的位置，你可以放线材，或者是放你的一些，主要是放石码线，我个人觉得非常合适，或者是放一些额外的配件。因为整体是比较硬的，你想放一些太大的这个配件并不合理。另外就是一个白板笔，谛听的白板笔啊，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白板笔还不是普通的白板笔，是谛听的白板笔。这个白板笔是什么颜色呢？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是黑色，那么可以写在长记版上。然后里面给的是这个配线呢，是两个，一个是 Type C 的这个充电线，另外就是一个 T2S 带锁扣到雷墨的一个接口。当然这根线你也可以单独去买，价格也不贵，在这个谛听官网上是非常容易找到的。然后就是石码场记版的整个内容了，好吧？代号叫 TC-SL-1 Timecode Slate 1，那么第一代产品，这个石码场记版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一起看一看。我们要想介绍这个，因为场记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配件，那么它的使用场景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很多普通大众可能是用不到场记版的。但是对于整个剧组专业型的创作团队来说，场记版尤其是融入了这个石码器的功能之后啊，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有用。这个石码场记版呢，就是我们还是，那么这个场记版呢，上面是这个类似于胡桃木的一个材质。那么这里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石码器是可以单手操作的。这个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打开的时候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单手去，看到吗？我们单手去把它合上的时候。我们单手合上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操控的位置。下面是这个 LED 点阵，红色的这个显示，底部呢是这个白板，就是可以写当前你的这个卷号、场景、第几次拍摄，然后包括后面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那么都可以很详细的写在这个场记板上。它就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个石码器不谈，它就是纹理之外呢，整体的结构是一体式的这个铝合金的加工，是一体式的铝合金的切削。
所以呢，一体感是特别强的，尤其是还有这个钻切的这个高光的这个高边，这个握持的位置里面是带有这个防滑的这个硅胶的，这点设计是好到令人发指。因为这个长基板，因为它有6700毫安时电池，所以整体来说是比较重的，那么握持起来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么大家千万就是不能翻车嘛，所以为了打板的可靠，整体是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它的这个胡桃木怎么和结构进行固定呢？这个固定的方式呢也比较的巧妙。这里有3颗这个盘头滤角螺丝，在另外一侧的话呢，用了这个自锁螺母，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螺母的结构，自锁之后拧紧之后就再也不会松了。那么背后的这个 OLED 面板的屏幕和这个 Timecode Box TC-1 的这个屏幕啊，看到了吗？基本上是一样的，它俩是一样的，因为这个 TC-1 内嵌了就是一个识码器，它是一个全功能的一个识码器，它同样可以是 Master， 可以是 Slave， 可以 Auto Jam， 可以 Jam Once and Lock。然后它这一侧的这个操控，这个也是沿袭了爱图仕的一些传统的经典操作。其实，在这个 TC-1 上也有类似的操作，就是这个旋钮加按钮，就是这个旋转。那这个设计就为了防止误操作的，就是当我们开机之后，为了防止误触，那么它就要可以通过把这个盒子关掉，给它对它进行保护。所以这个设计上，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看看开机之后的一个效果啊。我之前实际上已经设计了一些开机画面，开机画面是可以编程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题，然后会显示，打开，这会显示当前的这个时间码，包括它下面这个白板的部分，实际上是可以调节它亮度的，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亮度可以设置的，包括这个 LED 亮度，包括下面这个白板的亮度都是可以调节的。所以这些设计，而且都是6档可调。然后我们看看，把这个识码器合上之后呢，它有一个自己的显示。25帧每秒，然后慢鱼饭，然后就会熄屏，这样一个设计。我们再看一下 FPS 25，鳗鱼饭，因为石马系列的这个产品经理是鳗鱼饭嘛，所以我把他的这个名字写在里面，表示对鳗鱼饭的一个崇高的敬意。好，然后后面是它的这个，其实尽管前面这个大屏没有亮起，它是后面这个时间码是一直在走的。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识码器，下面是它一些规格参数，那么是6700毫安时，7.4伏的，是49.58瓦时，这个电池容量很大。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你看我们先把它关掉啊，在这一侧底部的这个设计是 AB 双卡槽的 ，AB 双卡槽呢就是它支持这个热拔插、热替换的，一抹黄色在这里，2颗 F550电池，这是谛听定制款的。小黄的 F550电池，这个电池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看啊，首先它是这个颜色，从颜色上继承了谛听的一直以来的这个视觉传达的这种表达的语言。再一个就是这个电池的容量比传统的，就是比市面上的 F550电池的这个均值啊，会大了32%左右。所以它的这个550电池的单个容量做到了24.79瓦时，就是比普通的这个传统的就是行业上的这个均值要高了32%。所以每一个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是比你单独去购买普通的 F550电池要更好的。然后我们看看这 AB 2颗指示灯，当我们插入1颗的时候，好，那你看现在这个1颗电池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如果说这个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可以先把另外一个电池插进去，那到位，看底下2个绿灯都亮了嘛。然后我们把另一个电池拔出来，依然是不影响工作的。所以呢，理论上因为这个识码的使用周期会非常的久嘛，理论上你可以让识码24小时一直不停的跑下去，只要你的这个电池的互换来得及的话，那一定可以保证你的拍摄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些设计都是非常专业的设计。好，然后在背后的这个显示屏上是可以看到目前2个电量的这个指示的实时的显示。那待会儿通过一个俯拍机会给大家详细的去看它的一些操控的设计。好，那么这个就是石马场基板的一些基本设计啊。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些接口。你比如说这侧还有一些接口，你比如我们还是先打开，这一侧的这个接口呢，看到了吗？它是这个翻转，因为有的场景我们是需要正向打板，有的是要打倒板的。打倒板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打法，打倒板是这么一个打法。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求时间码还能正常显示，所以呢，就通过这个按键给它拨过来，看到了吗？它有这个调转过来了，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方式进行打板，是吧？用这个方式进行打板，打的过程中，确实你会发现，当我们打的次数非常多的时候，
用力撞击的位置是会撞出划痕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做成很好的缓冲，它打出来的声音就不够尖锐，它就达不到这个后期同步的效果了。那么雷莫的5 pin 接口是它的这个时间码的注入，这是这个时间码的注入口，那么它既可以是输入也可以输出。下面呢是一个这个1/4尺寸的 TRS 接口，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接口，就是可以接那种头很大的 TRS 3段式的这个输入 TRS， 也是可以去当成这个时码的输入或者输出的，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接口可能就对应于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影像的拍摄的设备。那咱们接下来还是通过一个俯拍的方式，详细的看一看这个 Timecode Slate 的整个的基本操作，尤其是它的这个屏幕，那么它的一些选项，以及结合 Stylus Audio 之后，能够做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花样出来。那么它和这个经典的这个 TC-1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区别的。虽然说屏幕上比较像，但是呢，整体的设计上，他们的考虑还是有所不同的，有所侧重的。那么通过这个俯拍机位，你也可以近距离去看一看这个时码场记版。现在我已经开机了，那么这是目前背后的一个运行的状况。我们把镜头拉近，好，那么现在你就看到这个背后的屏幕运行的效果了。目前呢，就是 A、B 2个电池槽的各自摄影电量，一个是99%，一个98%。那么接下来就是正常运行的这个时间码，10分秒，然后最后是它的这个 frame， 它的最后是它这个码率。然后通过这边的操控，所以它的这个操控体验应该说和这个 TC-1呢是比较像的，只不过 TC-1的操控的这个按键呢是在这个右上角，而这个呢是在右手边，所以整体的这个操控的感觉是很像的。然后同样的是有这些，第一个是解锁，你可以是自动上锁，也可以直接解锁。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工作模式 Master Run Auto Jam Once Lock， 通常我会习惯性的把它当成这个 Master， 也把其他的这个 TC-1当成 Slave。因为这个在片场的时候，那么长记版作为它的一个主节点，那么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去拓展整体的控制范围。而且呢，之前在通过这个Stylus Audio 的话，这个 SL-1 和 App 进行相连，同时呢，这个时码场记版还可以通过它再去连接几十个这个 TC-1，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通讯的中枢。然后这个是 Master， 然后目前的帧率，我通常拍摄视频都是25 fps。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23.98、24、25、29.97以及这个29.97 drop frame， 还有30。那如果你的码率更高的话，你就选择一个能够被它刚好整除的一个码率模式。你比如说50，你可以选25； 60可以选这个30。Master， 然后这是 A， 这是当前的分组，一样的 ABCDEFGH 8个不同分组。然后再往后是 TC 的话呢，这里有3个不同选项，看到吗？TC 是4个选项，第一个是 Sync， 它可以作为 Master 去同步别的 Slave。第二个是 Set， 你可以去设置当前的自己的这个时间码，可以是10分秒加上帧数，点 OK， 那么就可以重置它的时间码了。第三个是 External， 你可以通过外部的时间码进行输入，当然你可以用一个 TC-1通过这个Line Out 的这个模式去给它注入时码。第4个就是 Offset， 你可以设置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时间码的偏移，可以精确到0.1个 frame。就是进行一个精确的这个时码的偏移校正，就是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再往后我们来看看，那么后面就是关于这个蓝牙的这个重置了。重置的话，你可以通过 Stylus Audio 和它进行相连，这也是咱们后边要给大家去重点去讲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目前它的 MAC 地址是 AE8950， 长按返回，最后是它的基本设置。那么 DID 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名称，这是你在 Stylus Audio 里面看到的一个产品代号，比如这个叫 Timecode Slate 1。那么我个人一般不改这个名字，但是对于这个TC-1的话，目前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它改成和我的拍摄的这个器材一样的名字，或者拍摄的机位一样的，这个方便我在网络上做管理的时候呢比较的好辨识。那么第二个就是 brightness， 刚才我们也说了 ，up down up 指的就是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个时间码的这个亮度 ，down 呢就是指的是下面这个，我现在把它调过来 ，up 就指的是红色的 ，down 呢就是这个白色的。可以调节不同亮度，这是最暗，这是1、2、3、4、5、6，是吧？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现场拍摄的需要，可以灵活的更换不同亮度。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我目前的拍摄情况下，在这个1档，其实在1档的时候就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点确定，点 down 的话呢，就是下面这个白色的白板的这个背景光，同样是有多档可调，你可以把它完全关掉。你这档是不同的，它有1档可以完全关掉，
上面这个时间码是不能完全关掉的。然后呢，你一档一档把它往上加，1、2、3、4、5、6，是吧？这是这些基本的设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选择。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亮度的基本设计。Rear Screen 的话呢，就是它这个 Front Rear Screen 指的就是它指的就是和 TC-1一样的这个屏幕。它的熄屏时间你可以选择15、30或者60秒，我一般选择 Never， 因为本身这个 TC-1的电池很强，所以呢没有必要让它熄屏。然后这个 System Reset 可以完全重置，还有 Firmware 版本，以及还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固件升级的话呢，可以通过 App 进行升级，也可以通过 Type-C 口，那么从 OTG 的头子进行升级，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设置。它的设置实际上要比这个 TC-1啊要有一些简化的，因为 TC-1的这个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 ，TC-1的上面这个交互设计，整个功能性啊会更全面一些。那么它这个设计呢和 TC-1有所不同，就是它比 TC-1要更简单。TC-1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里面包括还可以设置这个 out 的这个接口，包括还可以设置这些。整体上大体上和它是大体上和 TC-1的交互是比较类似的，只不过那个好像用这个长基板去同步这个识码器的时候，好像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呢，这个帧率大家一定要自己设置对，因为在同步的时候，那个可能是不知道这个帧率的。然后大家看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它的时间码可以通过雷莫的接口输入到这个 TC-1里面。好，这个 TC-1啊和 TC-1和 TC-SL-1，如果想同步的话，除了那个有线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现在就是完全无线的方式。那么我现在这个 TC-1是 Master， 这个是 Slave， 那么通过它 Sync， 很快的就通过这个 Bit Connectify 这两个时间就完全一致了。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操作，当然反向操作也是可以的。就看看这个利用我的4个 TC-1，还有这个识码长基板，那么这5个节点之间，那么怎么来运行？那么因为现在这些产品啊都在我的设备中已经使用过了，所以呢，如果想放在同一个 App 里面运行的话，我们需要依次的把它们的这个蓝牙都给它重置。我们点加号，这时候就搜到了所有的设备，5个设备，那么点 All 全部加入。大家注意看识码长基板的这个标志，它这个 icon 的这个图标啊和真实的这个拟物化的设计非常一致的，点这个加入就可以了。那它会逐个的去把所有的这个终端加进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所有的这个识码长基板的样子了。大家尤其注意观看，因为这个关于 Silent Audio 怎么用啊，之前咱们给大家分析过了。这里大家重点要看的就是这个长基板的这个操作。长基板它这里专门多了一个黄色的这个标志，大家看这个黄色的标志，这个黄色标志呢，就说明它现在呢是这个主节点，这是它的主节点。其他的你也可以设置为主节点，但是呢，因为有了长基板，其实你把别的节点设置成主节点的意义呢就不大了，因为你把这个长基板设置成主节点之后呢，那么它可以再继续同步其他的，那么你的 App 就只要和长基板之间进行连接，那么用长基板去同步其他所有的外设，这个可能在片场这个用法会更好用一些。那当然，大家看，如果是长基板不是主节点的时候，那么它的图标只有是 Show Extras， 就没有别的样子了。我们再把它设成主节点。那我们重点去看一看整个的这个识码长基板的这些基本操作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同样的可以点这个 Sync All， 然后我们可以选当前的这个系统时钟是这个8点59分，点 Sync。那这是所有的设备都一次性的完成了同步。这个时候其实用的是蓝牙同步，然后再用这个 Bit Connectify 的方式给大家进行同步的。所以它是同步了一个，用一个的同步别的，这是它网络生态的一些设计。那我们详细的就来看看这个设计。那这里面的设计的话，重点呢就是主时钟目前的这个 frame 是25帧，也都是可以设置的。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些预设，根据不同的拍摄的题材，你也可以设置一些它的基本的参数。那么这里又多出了一个叫 Show Extras， 可以显示一些额外的信息，这个是普通识码器所不具备的。那在这也重点要讲的 Time Code 你可以去变更，你可以去任意的调节，你也可以直接写入成当前的时钟。你比如说我给它写成晚上10点，你也可以直接切换当前时钟，然后 User Bit 可以写 FPS， Time Code 这个 Internal Free Run， 然后它的 Output Volume 是 LTC。所以这个识码长基板是不支持 Audio TC 的，因为长基板一般来说不可能再去接相机了，所以呢，它没有必要再去设置这个模拟量输出了。那 Show Extras 这里边就比较有意思了啊。Show Extras 的话呢，它的内容的话就可以追加很多的这个信息。你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会在打板的一瞬间呢，会显示这个拍摄的帧率啊，
拍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内容，这里面都是可以进行更改的，包括 user bits 你都可以进行设置。那么默认的话呢，就是这个 FPS 呢是给2秒时间，然后 user bits 给0.2，剩下的时间你还可以自己定义，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吧。比如说第一个，咱们就是加入一个设计，比如说我输入 Rocky， 这个也是可以区分大小写的，但是具体因为这个点阵的显示啊，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大小写来做的。比如第一个 Rocky， 第二个鳗鱼饭，第三个我们写 Deity。好，那这样的话呢，在我打板的一瞬间，首先2秒显示 FPS， 0.2秒显示 user bits， 然后1.2秒显示 Rocky， 1.0秒显示鳗鱼饭， 1.0秒显示谛听。我们来看看，然后还要点这个 Show Extra， 一定要点的 On 的话就才能正常使用。打板 FPS 0秒 Rocky 鳗鱼饭 Deity， 看到吗？这个功能啊就是这么来实现的，最多显示5个。只不过 user base 是我们给的时间比较少，我们可以把它再加一些时间，比如说 1.0， 好吧？来，我们再打一次 ，FPS 25 000 Rocky 鳗鱼饭。大家注意看这个 Y， 这个 Y 的字体好像在这个大小写上还是比较难区分的，所以后面我不清楚后面在这个点阵的显示上，在字母 Y 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表现。而且这个屏幕啊，刷新率很高。就是让这个整个的时间码，你在即使是帧率很高的时候，它每一帧这个数字都是清晰的，所以这个也是石码场记版设计里面比较有挑战性的一点，就是你的数码点阵的这个驱动要做得非常的好。但是这一点对爱图仕对于谛听来说，技术上都不是问题了。再打一次，好，当然这是石码场记版新多出了一些功能，然后它还有这个 Sync， 那么它可以去同步别人。那么即使是你正面不显示的，但是你背面的那个屏幕会一直显示的。为了展示需要，咱们还是把正面打开。然后这是这样一个设计，然后你可以去改变它的这个名称 Timecode Slate， 也可以去改变语言。目前还只有英文，将来我不清楚会不会有中文，因为这个屏幕比较小，所以呢用中文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并不大。然后呢是 Firmware Upgrade， 目前是没有全新的部件的，好吧？然后这是 User Guides。这后面是可以看到它说明书，然后这是整个到这个大的界面上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来看看这个 Settings， 我们来看看这个 Settings， 那它你会发现呢，整个的这个石码器它就有 Audio TC 和 LTC 2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对于 Timecode 的这个 Slate 的话呢，就是一种模式了。然后 Firmware Upgrade， 大家看这个时候实际上每一个石码器目前呢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固件版本的升级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叫 Workstation 里面呢，就是一个卡片的形式，看到所有的这个状态。那么 Timecode 这个 Slate 都石码器是置顶的，那么而且现在是可以显示额外的信息。那么后面呢也是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组。那么这些内容咱们之前在这个 Size Audio 里面都给大家介绍过了，所以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那这就是关于Size Audio 和这个 Time Slate SL-1的一个基本的使用了。那么咱们就针对于石码场记版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介绍。最后咱们还是总结一下关于这个 TC SL-1吧。我个人觉得这个 SL-1在这个 Size Audio 这套网络架构里面呢，它更适合作为主节点，因为它可以去用它，比如说场记去决定目前我们整个组的时间码到底是什么状态，由它来对于大家的这个时码去进行全权的负责。把 TC-1设置成 Jam Once and Lock， 那么用这个 SL-1通过比如说导演用一个手机把这个时间码定下来之后，用它来去同步其他的外设。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操作起来更有效率的做法，而且呢，通过打板，通过这些额外的信息的展示，那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小型的团队的创作效率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因为它内置就是一个 TC-1的这种基础的硬件，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Slave， 也可以当成 Auto Jam。那么大家取决于自己的使用场景，从来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这种带时间码的场记版。当然知道这个 Ambient 呢曾经做过一个场记版，那个当然是又大又贵，而且呢就是功能性啊，目前跟 TC-1还是有差距的。其实 TC-1很好的把 ACN 那套 Ambient 那套架构和章鱼的这种体验，二者能够融合起来。就是之前咱们也频道里也说过，就是当我们用了 App 之后呢，
它和章鱼的体验是一致的。当我们独立的用 Timecode Box 和 Timecode Slate 的时候，它用的和 ACN 的这套网络生态呢的体验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整个的时间码的这套生态的产品规划来看呢，地听的野心还是相当高的。那么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目前还缺什么东西。现在有了时码器了，也有时码场记版了。实际上，接下来我个人觉得地听还会去进军时码录音机的领域。现在的话，还能需要用一些时码器去接入到一些专业的录机去做这个时间码同步。那这些因为使用的用户的基数包括场景啊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个人认为地听下一步必然会去做这个时间码录音机。时码录音机通过 Size Audio 直接和时码器进行同步，这个时候等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干掉小蜜蜂了，而且它是完全不受任何的干扰影响的，因为它所有的时钟都在本地，所以这一点我会对于Pocket Wireless 的未来会异常期待，并且呢，像这个 HGTX，像这个 BPTRX， 是不是将来会有升级换代的产品？就是把这个 Size Mesh、Size Audio 这套网络放在 HGTX 和 BPTRX 里面，那么让这些产品统一都在这，那么让这些已有的产品通过加装新的功能都能够进入到 Size Audio 生态里面之后，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一套就是音频生态的这种宇宙的出现。那么除此之外，就是目前地听的那个关于时间同步的那套软件，目前还没有推出。所以呢，你想去同步时间码，目前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达芬奇，因为它是免费的否则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去用章鱼的这个 Technical Studio 去进行同步。这些我个人觉得，这个时码的同步软件也是我们用户比较高的一个呼声。我们希望地听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时码同步软件也尽快推出，这样的话让各种不同的让各种不同编辑习惯的这种内容创作者，不管是 Premiere 还是达芬奇、Final Cut，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把时间码的威力真正的释放出来。那么再通过将来的这种更长远的产业布局，让这个无线麦克风啊、时码录音机啊，包括时码手雷啊、时码 BPTRX 呢，完全布局全部做完之后，包括将来的枪麦，甚至是不是都可以去内置时码器，这些会让我对于地听的将来的这个产品异常期待。但这就是本期视频关于这个时码场记版的全部介绍了。那么我把它作为咱们时码器系列视频的单独的一集，单独去讲。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 ，Peace。